重生回到诸神黄昏开服之前，林天昊凭借前世的记忆开启超神级天赋，每次普攻永久增加1点生命值。我无敌了！你们随意。全服通告频频响起，玩家们的眼中充斥着各种惊愕和不解。浮屠顿山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手中的游戏手柄差点从手中滑落。他看着屏幕上不断刷新的通告，心中涌动着难以置信的情绪。这位隐藏昵称的玩家竟然一人独自击杀了艾米药师、酒馆小二、新手村猎人、六婆裁缝，接二连三的首杀通告如同排山倒海般汇聚而来。这些通告所涉及的所有 NPC 都是新手村的居民，而这位玩家竟然毫不留情地屠戮了他们。在浮屠顿山的好友列表中，他注意到了一个名字：雪帝。原本只是1级的雪帝，却在不经意间飙升到了5级。这样的成长速度，除非是击杀了大量高级怪物，否则根本无法解释。浮屠顿山心中一片激动，他深信这一切都是雪帝所为。只有他有如此实力，才能完成如此惊人的壮举。虽然他不知道雪帝是如何屠戮新手村的，但这并不能减少他对雪帝的敬佩之情。在新手村的中心广场上，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着。老村长怒气冲冲地指责着眼前的雪帝，而雪帝却面色冷漠，毫不畏惧地面对着老村长的挑衅。之前我不是说了吗？恭送老村长赴死！雪帝的声音冷酷无情，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嘶吼。老村长怒火中烧，他毫不留情地释放出自己的力量，对雪帝进行猛烈的攻击。雪帝虽然面临着强大的压力，但他丝毫不慌乱，冷静地躲避着老村长的攻击，并寻找着机会进行反击。雪帝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危险，老村长的目标并不是他，而是那座复活祭坛。如果让老村长摧毁了复活祭坛，他被击杀后就永久离开新手村了。不好！雪帝心中一紧，他立即加快了攻击的节奏，试图阻止老村长的破坏行为。羽箭如雨般射向老村长，每一箭都瞄准着他的弱点。老村长全身充斥着强大的力量，他不顾一切地向复活祭坛发动攻击，试图将其摧毁。然而，雪帝的出手却让他无法得逞。在最关键的时刻，雪帝率先摧毁了复活祭坛，引发了整个诸神黄昏的警报声。警报！有人恶意破坏新手村复活祭坛，所有冒险者无法再进入新手村。警报声如同惊雷般震撼着每一个玩家的心灵，让他们不禁心生恐惧和不安。在复活祭坛被摧毁后，雪帝和老村长的战斗进入了最后的阶段。老村长气急败坏地攻击着雪帝，而雪帝则冷静地躲避着他的攻击。最终，雪帝的坚持和冷静获得了胜利。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林天昊的红名值暴涨到了100万，令他不禁心生焦虑。红名值的上升会导致死亡惩罚的加重，而且超过一定数值后还会受到更多限制。林天昊站在新手村的边缘，心中焦急而又无奈。想要消除这些红名值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刷怪。但要消除这么庞大的红名值，需要的怪物数量实在是庞大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。一般来说，普通野怪击杀100只能够消除1点红名值，精英野怪击杀100只能够消除10点，而黑铁 BOSS 一只也能够消除10点，但必须是单刷，并且怪物的等级不能低于自身。如果他死亡，除了身上不可掉落的装备，其他所有物品都会消失殆尽。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，特别是那件对他而言价值连城的嗜血项链。因此，他必须活下去，无论如何。然而，面对如此庞大的红名值，就算是刷副本刷到吐也无法消除。最后，他将目光投向了诸神的赐福，他希望借助诸神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一道暗红色的光柱笼罩了他的身体，你获得了死亡轮回，赐福宣告着。林天昊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他迫不及待地查看了这项新赐予的能力。死亡轮回1星，效果是让他的攻击有 0.5% 的概率秒杀敌方单位，而且无需冷却和消耗，只需要击杀等级不低于自身的野怪或 NPC 就能够提升熟练度。这一项能力让林天昊眼前一亮，虽然只是1星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他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巨大潜力。如果能够将这项能力提升，甚至可以在面对世界 BOSS 时秒杀对手。调整好了情绪，林天昊继续摸尸，面前还有16个 BOSS 的尸体，其中包括新手村的超级大 BOSS 老村长。在尸体中，他找到了一件宝贵的物品——剑邦令。这是一个在游戏前期就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道具，因此林天昊毫不犹豫地使用它。他立刻以前世建立的工会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帮派——孤血工会。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，因为他成为了第一个建立帮派的玩家。游戏甚至进行了全服通告。建立帮派对于林天昊来说意义重大，不仅可以保护他的装备不被掉落，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特殊加成，能够让工会成员获得额外的暴击加成。工会升级关键在于成就值的积累，成就值达到满值时，工会将自动升级。然而，
要获得成就值并非易事，只有在工会成员做出突出贡献时才能获得。例如，成员觉醒天赋、获得隐藏职业或者首次完成副本、首次击杀 BOSS 等行为都能够积累成就值。这些成就将使工会在后期获得丰厚奖励。林天浩接到了来自浮屠顿山的消息，起初表现出关切和担忧，随后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突然，他接到了另一个好友的语音通话，对方表达了想要收购他的工会的意愿，并愿意出价1个亿。林天浩心生疑虑，但对方的诚意让他动容。然而，他拒绝了对方的提议。他意识到工会对他的重要性，决心掌握工会的控制权。随后，浮屠顿山再次联系他，询问是否愿意转让工会。尽管对方提出了价格可谈的建议，但林天浩坚定地拒绝了。接着，林天浩研究了第2个任务，任务要求释放被封印的皇帝之子，如果失败，将受到火属性攻击的伤害翻倍。尽管任务奖励未知，他仍决心完成任务。凭借手中的冰焰魔矿，他有信心打开封印。在前往悬崖的路上，林天浩遇到了困难，他发现无法找到下去的方法，因为之前尝试跳崖的玩家都未能生还。然而，他发现了悬崖中隐藏的钢丝，通过它们成功到达悬崖顶端。在悬崖上，他发现了一个阴阳双鱼阵以及2个孔洞。他用冰焰魔矿打开了一个孔洞，但另一个孔洞却使他感到困惑。突然，一位神秘人物出现在他面前，他的出现让林天浩感到震惊，因为他认为这个 NPC 已经死了。新手村已经毫无生气， NPC 们的生命早已逝去，只留下一片空寂。他曾以为自己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，然而眼前的人却打破了他的认知。这个人几乎与王铁匠一模一样，让林天浩陷入矛盾的思绪之中。他相信眼前之人是王铁匠复活归来，但对方却说自己是王铁匠的哥哥，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存在。在对方口中，自己曾是新手村的村长，但因与老村长发生矛盾被驱逐，从此游荡在野外。林天浩心中震惊，眼睛紧紧盯着对方。这名自称王村长的人是一个白银级的野外 BOSS， 拥有着庞大的生命值和强大的攻击力，是当前境况下无法匹敌的存在。随着对话的继续，王村长透露了他的真正目的，成为星辰帝国的驸马爷。他的计划是毁灭新手村，以此要挟蕾欧娜公主。而他的手下九头蛇柏和黄皮子以及一些任务卷轴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。林天浩不禁皱起了眉头，他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，成了王村长计划中的一部分。然而，眼下的局势对他并不利，王村长的实力足以碾压他，而手下的九头蛇柏和黄皮子也是强大的对手。面对局势的逼近，林天浩决定施展自己的技能。他抓紧时间，立刻服下了3瓶药剂，提升了自己的移速、攻速和吸血属性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他对抗着王村长和手下的进攻。然而，林天浩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。王村长的反伤机制让他无法从对方的攻击中获得优势，同时九头蛇柏和黄皮子的配合让他几乎无法脱身。面对这样的敌人，林天浩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，突然间天空下起了雪花，气温骤降。王村长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和手下的九头蛇柏以及黄皮子都开始持续掉血，显然是受到了某种影响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华丽的女子出现在悬崖之上，她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冰花的凝聚，仿佛在冰雪之中舞蹈。林天浩一眼就认出了她，那正是蕾欧娜公主。王村长见到蕾欧娜公主，立刻换上了和善的笑容，但被公主冷漠的眼神击溃了。公主对他的虚伪毫不留情，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野心和阴谋。王村长试图继续套近乎，但公主不为所动，冷漠地对他施压。在王村长不断逃窜的同时，公主展现了强大的冰系技能，将他和手下全部冻结。林天浩见状，心中暗自庆幸，但王村长并不放弃，他提出了与公主合作的建议，声称可以成为他未来的支持者。然而，公主并不为所动，她拒绝了王村长的提议，并向林天浩发出了任务。她希望林天浩能帮助她成为星辰王国的国王，并承诺为她修建3000座香火祠堂。这个任务对林天浩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会。林天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，并询问公主如何离开新手村。公主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计划，放出旱魃打破空间壁垒，以便他们脱离新手村。蕾欧娜公主微微一笑，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她的行动，一股冰寒之力凭空涌现，瞬间将方圆100里冰封。王村长目瞪口呆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冰封束缚住，动弹不得。林天浩将身上的装备储存到工会仓库中，然后准备好了冰焰魔矿和神秘的钥匙。接着，大地开始颤抖，阴阳双鱼图案出现裂纹，一股炙热的高温从裂缝中散发出来。突然间，全服通道响起，
警告着世界即将陷入危险之中。旱魃即将出世，世界 BOSS 的出现令所有冒险者都陷入了恐慌和紧张之中。在这个紧急关头，各方势力都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面对强大的世界 BOSS， 他们都感到束手无策。一位老者表示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人海战术，齐心协力，或许能够有1/1000的机会击败旱魃。这个方案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尽管如此，各方势力仍然决定采取行动，希望能够化解这场危机。在另一边，星辰王国的王后菲欧丁女和她的随从也开始行动，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。他们知道，世界 BOSS 的出现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，而这也许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而林天昊则置身于阴阳双鱼阵旁，感受着炽热的温度。突然间，一声巨响响起，天地震动，林天昊被强大的力量震飞出去，受到了重创。随后，一道身影浑身燃烧着火焰冲天而起，肆意烧毁着周围的一切。当他的目光落在林天昊身上时，火焰消失了，他缓缓地朝林天昊走来。林天昊仔细观察着这位神秘的敌人，然而对方的等级和能力都是一个谜团。这个人自称是皇帝之子，但林天昊心中仍存疑。他保持警惕，没有轻易相信对方的话语。面对林天昊的质疑，旱魃笑了笑，回忆起自己曾经的过往。虽然曾经是一个好人，但现在的他已经决定成为一个大魔头，统治天地间的所有魔头。林天昊的眼神锐利地盯着面前的旱魃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你还有良知，否则你不会与我交谈，而是直接出手。”他的话让旱魃眼中寒芒闪烁。我并不急着杀你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和人说过话了。旱魃冷漠地说完，一掌拍向了林天昊的胸膛。林天昊的血条瞬间清空，自己重新降落在了星辰王国的黑风城。在复活的等待中，他听到了城内传来的紧急通告，有罪大恶极之人进入黑风城，城主发布任务，猎杀罪恶之人。所有在黑风城的玩家都收到了这个任务，要求击杀红名值超过1万的罪恶之人100次，奖励丰厚。玩家们议论纷纷，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感到震惊和兴奋，而林天昊却感到无奈。他思考起应该如何逃离这里。在主城内，他无法还击，只能不断奔跑。然而，他很快发现自己被成千上万的玩家围堵在了城内，他无法脱身，只能一路奔逃。虽然他速度很快，但被围攻的情况下，无数技能不断落在他身上，使他每秒都损失大量血量。林天昊在绝望中挣扎，但终究无法逃脱，他不得不放弃抵抗，在城内被击杀。每次复活都是如此，他终于选择了放弃，选择下线，任由其他玩家对他进行攻击。对他来说，只要不在线，就不用担心被虐犬。他微微一笑，思绪飘到游戏论坛上，一则帖子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详细介绍了在黑风城不靠打怪就能升级的攻略。在诸神黄昏的世界里，升级不仅仅靠打怪，还可以通过跑腿、成为学徒等方式获得经验值。林天昊略微感到愧疚，因为这个攻略的发布与自己有关。他在帖子下回复着，分享着更多信息，为其他玩家提供帮助。他退出帖子，准备出去吃早餐，顺便去医院看望妹妹。在医院，他得知妹妹情况正在好转，但很可能成为植物人。尽管如此，林天昊依然心中欣慰，只要妹妹能够平安度过，就已足够。然而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妹妹成为植物人后，他如何与她在游戏中联系？这成为他心头一块难啃的苦头。他决定等妹妹进入游戏后再寻找解决办法。此时，各大势力的高层在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如何吸纳林天昊加入他们的队伍中。他们认为林天昊的潜力巨大，尤其是他高达40万的生命值和100万的红名值，可能拥有超出常人的实力。但也有一些人认为，红名值太高可能会成为他的负担，因为一旦死亡，就会失去大量的经验和装备。林天昊再次上线后，并不理会围观的玩家，只是提交了任务，并获得了一件神器级装备——生死簿。这件装备的特殊之处在于可以远程攻击任何写在上面的人，每秒造成大量真实伤害。对于他的实力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利器。在收到任务奖励后，林天昊接到了一些工会的邀请，但他都婉拒了。他不想加入工会，因为接下来他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，扶持蕾欧娜公主成为星辰王国的国王。这对于他后面的发展至关重要，因为只有帮助蕾欧娜成为国王，他才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。野外，蕾欧娜公主出现在他面前，她神色严肃地向林天昊提出了新的任务：覆灭黑风山上的土匪，希望他能够完成这项任务，以获得大臣和贵族们的支持。林天昊思考片刻，认为这样的小打小闹并不能算作大功绩。林天昊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标：击杀被封印的魔王之子格雷洛林森。蕾欧娜对此表示怀疑，但林天昊坚称他有能力在不破坏封印的情况下击杀格雷洛林森。蕾欧娜最终选择相信了他，
并承诺将这个消息告知国王和大臣们。在离开雷欧娜后，林天浩决定先升级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他在野外遇到了一群普通的绿毒蜘蛛，利用自己的技能轻松将它们全部击杀，并迅速提升了等级。在王宫大殿中，蕾欧娜将任务的内容和林天浩的话告知了国王和其他大臣们。大多数人都对此持怀疑态度，认为这样的任务过于艰巨，而青浮云和丞相克森罗更是嘲笑蕾欧娜的决定。国王亚伯拉则询问蕾欧娜是否有把握完成任务，而蕾欧娜则表示自己有信心能够做到。他甚至不惜以放弃王位竞选作为保证。在朝堂上，个人各有心思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蕾欧娜的承诺是不切实际的。亚伯拉国王却暗自觉得蕾欧娜一定有自己的底牌和计划，因此对他表示了期待。最后，国王承诺，如果蕾欧娜成功击杀格雷洛林森，将奖励他掌管星辰商会的权利。